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当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滑落嘴角，就由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当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滑落嘴角，就由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生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遇到。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滑落嘴角，就由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一个麦克风怎么俩人唱？谢王志章。空白白的，白的天又浑浊变黑，我算是谁？醒了还在原地。哦，白白的，灵魂的石灰很容易碎，落入眼底，想哭却没有眼泪，好想把一切都砸个粉碎。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丝欣慰，你是无情的伤口，你平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吵完
完美伤口。空白白的，白的天又浑浊变黑，怕遇见谁那无用的安慰。哦，白白的，赤裸的心会很容易碎，落入眼底，想哭却没有眼泪，好想把一切都擦个粉碎，都摧毁才能给我一丝欣慰。你是无情的伤口，你平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超完美伤口都不够，却还有，都不够，却还有。空白白的，我的心会碰碰就碎，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丝欣慰。你是无形的伤口，你平白的咬一口，再多的爱也不够，都不够，不够，超完美伤口。像一场梦，却醒不过来。另一个我在看着我，他问我值不值得为你付出所有。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就会让我看不清楚我想做的你。没有谁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起我，却看见远方寂寞。爱将会克服一切，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不会停止爱着你，握着你温热的手，就算偶尔透露你的不安和放纵，我始终相信你。梦却醒不过来，另一个你在
在看着我，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你更多自由。只要一想起你的忧愁，就会让我看不清楚我想做的我。没有谁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梦里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不会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紧我，且看见远方寂寞，爱将会克服一切。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不会停止爱着你，握着你温热的手，就算偶尔透露你的不安和放纵，我始终相信你。坦白来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爱你，多爱你，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那么欢迎来到我的脑中，这里没有对有解释，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例如我只是你的眼神与他不同，我走过你的身边的角度与他不同，我开口跟你说话的时机与他不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坦白来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爱你，多爱你，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
么欢迎来到我的脑中，这里对爱没有解释，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例如我只是你的眼神与他不同，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与他不同，我开口跟你说话的时机与他不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比如我真的在乎，否则不会沉默，一如往常面无表情却更汹涌。我还期待或许是坏了规则，要的太多，或许爱是这样吧，那我不懂。我是独一无二的，你懂不懂？我的爱是什么？你自己感受。你说的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风里风吹花儿起舞，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又一次爱情已经辜负，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循着流星方向，可不可以找到幸福？越害怕越孤单，谁的付出多一点？越躲藏越相爱，越怕输。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有多勇敢，骑单车摔多痛也笑着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努力的深爱过就不哭。
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大雨中期待着有彩虹。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又一次爱情已经辜负，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循着流星方向，可不可以找到幸福？越害怕越孤单，谁的付出多一点？越躲藏越相爱，越怕输。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有多勇敢，骑单车摔得痛也笑着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努力过深爱过就不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大雨中期待着有彩虹。越单纯越幸福，才会想起的时候。一念成执着，沧海变荒漠，轮回中我像飞鸟经过，记忆中停泊，点一盏烛火，那微亮能否照亮寂寞？听雨声滴落，看花开几朵，叹昨日怎么只剩轮廓？难断的情锁，眸中的淡漠，一场梦谁都无法触摸。我醉在尘世中，恍然若梦，睁开眼，时光交错，一份情着了火，一颗心着了魔，谁会为谁魂落魄？时光笔墨，难画你我，留白不要太多，轻开一朵，爱难临摹，用我一生陪你挥霍，守到恒星都坠落。一份情着了火，一颗心着了魔，谁会为失魂落魄？时光笔
比我能还你我，留白不要太多，请开一朵爱难临摹，用我一生陪你挥霍，收到恒星的坠落。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贪嗔，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恨为恨仇，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痛，若永无苍老，又怎能教化我准心斗？为人守，为心了，为梦把魂魄都赶跑。要我没他多大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顾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悬心得头，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战战马颤抖。为梦所求，赐我爱着，半生着落着落。你拿什么来对这诗一首？若无坎坷，若不曾跌落，又怎能自得无他人说？为己手，为己谋，为云烟落雁都可抛。要他眼里心里的此生若求，不顾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悬念悬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战战马参透。为梦所求，赐我爱着，半生着落着落。有道说此生所求，不顾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悬念悬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战战马颤抖。梦为所求，赐我爱着，半生着落。
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冲，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你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只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吵死了，不唱了，吵死了。
聊聊天儿，谢谢六儿，聊聊天儿。楼上怎么还在装修？楼上不装完了吗？不管我吵，人对面也吵，我觉得就大家都吵，谁也别说谁。哎呦！回来了，这么快？他没给我治，他说可能是我的牙裂了，他说如果要治的话得根管治疗。啥叫根管治疗？就是多花钱呗，从头整呗。他说要把这个牙钻开，然后再套个牙套外边。那你钻不钻了？他给我保守治疗了一下，他给我把那个尖儿打磨了一下，然后他说观察1周。他说里边可能是
牙裂了，然后发炎。好潮啊！小爱同学，打开客厅空调。谢谢六儿啊。那屋尤其的吵，这屋还好一点。你唱的歌都还好，唱歌的时候不响。头上怎么剪的这么碎？你头发多吗？你剪碎。你在讽刺谁啊？就是头发多呀。没有你多。是没你多。谢谢六儿。谢六，叫冰蓝玫瑰。哎呀，我不想播了，我这太吵了，我播不下去。等会儿不吵了我再播吧，晚上我再播吧，好吧？太吵了，我觉得你们也看着都烦人，吵死了。晚上再说。不行，湿了。行。湿了，又穿着蓝的。蓝的不好看，我气质穿蓝的不行。那你之前那个呢？脏了。小爱同学，关闭卧室空调。我不想穿这个，这个好奇怪。你的那个耐克呢？耐克，你有耐克的吗？啊？你有耐克还是李宁的衣服？然后是个 polo。没了。没有，那个找不到。欢迎六六，欢迎姐夫家的龙。我 iPad 呢？
这个不是加 iPad 的。我要 iPad。那夹子在 iPad 哪不见了？它就没夹着呀。我早上中午唱歌那会儿它还在呢。唱歌呢？那你扔哪儿了？不记丢。是谁这么好看？赶紧瘦了，我没瘦啊。我不天天直播吗？怎么会瘦？怎么就突然就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好几天没看见了，每次续个灯牌就走了，无所谓。你不来的日子，有人替你来过了，他一直陪着我，还好六六一直在。葫芦身材是的，肚子好大，起来蹦一蹦，为什么？可能你觉得肚子大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不觉得。这样就没肚子了呀！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几天太忙了。图图最近越来越年轻了，我一直都这样啊，双眼皮啊，我一会儿淡一会儿妆。染发了，对，今天把头发染一染。圈子里有好多你这种的，什么我这种的，我什么这种，我是哪种？成都一上一大把，然后呢？脸型，你是什么脸型啊？你是方脸吗？大家不都是这个脸型吗？成都一刷一大把，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新买的插件可以自动的运镜我这插件好不好？它是可以自动的。哇哦，好高级啊！手没动啊。它有这种卡顿感。不是脚吗？无聊。头发黑了，染的。看我侧脸有多胖。头发黑，很显年轻。是。我直播间有没有熊猫堂的粉丝啊？我直播间里有没有崔云峰的粉丝啊？我直播间里有没有崔云峰的粉丝？619他的演唱会谁去啊？有没有偶遇的？崔云峰619广州演唱会谁去啊？有没有去的？可以偶遇一下。没有，大家都没得抢，没人能去。感觉脚也没动啊，对啊，脚没动啊。这是一个自动的一个一个自拍杆，它就可以来回动。
就模拟人在你身上，在你身边。对，这是一个电动的，跟脚没关系，真的很神奇，是不是啊？高级货，谢谢雨落，谢谢你雨落。镜头怎么自己运镜？高科技啊！这幅度挺大的。是。嘟嘟嘟嘟嘟嘟嘟。他随意的动，随我心意。左风右雷。你怎么那么胖了？什么意思？没听明白你什么意思？本来我就这么胖，我啥时候不胖？这怎么不稳呢？这个。噔噔噔，感冒了你就吃药，你别在那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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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厚德载物，灯牌熄灭了，评论活跃。什么提示啊？你们能看见这个？你们应该看不见。还有什么中午2点半，经常来看你，这都你们应该看不见啊。灰字。
你们看不见吗？看不见啊。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啊。是唱歌的那位白领吗？是我。每天网易云都有听啊。是啊。让我来看看你的主页，为什么你这么多粉丝啊？合作众创伙伴，还是你？哦，你留胡子和没胡子判若两人啊！这个警书，这个也是你是不是？这也是你是不是？不是啊，原来真的是两个人。哎呀，尴尬了。谢谢六发的红包，大家可以领一下红包。你这个手镯是什么？是什么材质的？为什么这么透白呀？第一次见这种，因为我也不太懂啊，为什么会这么透白呀？沈阳的，玛瑙的，那应该很贵啊。这叫哇，哇哦！这个叫警书，这个叫警书的我能说实话吗？就是我能问个问题吗？就是你为什么要留胡子呢？就是你为什么要留胡子呢？喜欢，或者身边的人喜欢，或者你喜凶，或者什么，还是你觉得留胡子好看？那我懂了，那我就懂了。你是多大呀？但是你们这个行业不应该就是洋气年轻吗？就是首饰行业。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穿着，但是我不喜欢你的胡子，因为我觉得你的胡子不搭，就是你的穿着其实偏直男，或者说就是不那么 gay， 你这个胡子一是不好看，二是有点不搭，就你完完全全可以走那种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就身边的那种高富帅的那种风格，但你要留胡子就感觉好奇怪呀。谢谢大家的小心心，你们在我直播间抢的都，是因为在我直播间抢的只能在我直播间花吗？妈呀，这666不白发啊！66在哪儿学的呀？这66应该是在别的直播间里学的，然后就是知道这个发红包可以人多一点儿。没了。多少500人？好像发那个红包就会这样，对，就都跑了啊。咱们这个要咋的呢？不管人多人少。我的一生。所以你就说那种电商的直播间，它的人数都是假的。有人在调整机位吗？这是我那个买的一个就是那个自动移镜的，就是什么移镜，自动的那个跟踪的那个一个支架很高科技，它可以来回动，对，类似于云台是。9叔是1是0啊？我就是想试试发这个红包，能不能回本？怎么可能回本？还没做，我不知道啊。这个肯定不能回本啊！你666只能回个300多吧，因为它好像只能回一半，而且有的人不在这块刷，你就连一半都回不了。广州，如果说大家要送小星星是这么回事啊？那应该也回不了。我这个云台好厉害的。收666没超过666。今天这么清爽，这个颜色可能比较清爽，这个衣服。
好帅呀！来吧，嘴皮有点干，刚才裂了。牙没疼，嘴皮也有点干，刚才。这叫咬皮。今天是不是化妆了？这是化妆了？那我这个粉底也不咋地呀。你们能看见，就是我脸经常会过敏，我脸一过敏就脸就红。美颜都没开吧？美颜开了，开了一个小的美颜，我看开多大。看看啊，美颜我开多大？我看。美颜开了24，我把美颜关了啊。我把美颜关了，看看啊。关了，哎，这就是美颜关了。啊，这边就是有那个，啊，这边有皮，对不对？这美颜关了，美颜我正常是开20多，哎，这开了。但是我开了那个滤镜，比如说我把滤镜关了，我不敢关，我不敢关，关滤镜我不敢关。因为滤镜关了就会很黑，啊，我关一下啊，不敢关，难道是因为意思吗？我觉得每天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每天都一样？对不对？不可能人每天都一样。关一下啊，关一下，哎，关了，关了啊，这是全关了，这全关了啊。泪沟看，我开了，泪沟就小很多，哎，关开，看出区别了吗？啊，对，法令纹，对法令纹，对法令纹，对，有，对有，那没有，我现实当中其实比本人皮肤更不好啊。我现在就是你们看着就是如此的这个白净，其实是因为对面有一个灯，就这个灯打完了之后就会好很多。大家看这个灯，对，这个灯它是有一个灯，然后这屋就没有其他的灯，对，好，泪沟在眼，对，我为什么会说泪沟呢？因为那个宇智波鼬嘛，他那个就是泪沟，但我这个是法令纹。直播都得打灯，那不打灯就我看不见了，就你们看不见我。会唱歌呢？谁？晚上我一般不唱歌，晚上唱歌会扰民。宇智波鼬，对，谢谢爱你1234的关注，好人一生平安。老婆，啊，你看看你在我的镜头里边有多年轻？
你白天唱歌的时候脸跟那个死人脸似的，过来来。那是我刻意营造的。就是一个死人在唱歌是吧？高冷脸。来吧。好呢，对不对？你看我这打光技术就是好。我牙好白哟。对。看不到我这个疼的牙齿了。那你疼不疼啊？疼啊。那咋整？他那个拿那个。今天做不了了。能做啊，那就是疼，那就牙，那就牙也不疼了，就是不痛它就不疼。做不了了，这样。它需要口水的滋润，它就不疼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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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周五广州啊，我要去。周五广州的朋友啊，广州的小伙伴，如果说去看那个崔云峰的演唱会，咱们偶遇一下子啊。周五崔云峰的演唱会，就是熊猫堂的那个崔云峰在广州有演唱会，如果你们没啥事儿的话，哎，他那个票价也非常便宜，好像才18.8块呀，什么是吧？应该是，然后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完了咱们现场偶遇一下子。个人 solo 对，个人 solo， 他是现在好像他们团好像就他比较那个啥。有座位吗？咱们是 VIP 哦。那有座位吗？站着。VIP 站着。我不知道站着坐着。因为他们那种一般都是站着。哦。我上一次是站着。行。小剧场的那种演唱会，不是说那种就是，哎，给你整个果盘大包间什么的。对，18.8块很便宜。我没有给他们打广告啊，但是我就说，就如果说广州的朋友，有时间的话啊，因为我们去完那儿，然后紧接着可能就去那个广州的 gay 吧去溜达溜达，有亲签写真啥的吧，应该好像是VIP 有那个签，我不知道是签啥，是签专辑还是签哪儿？好像 SVIP 是可以看他们彩排，还有一个 SVIP，啊，那 VIP 呢就是好像可以签那个签名之类的，然后18.8块那个就是普通票嘛，普通票就是很便宜嘛，啊，至于有没有座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我上一次去，就是崔云峰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也去了，然后大家都站着，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站着。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我都不认识崔云峰，就他们老板会给我票，然后会让我去，但我其实我私底下我不认识崔云峰，我俩没有互动啊。这个多长时间？估计就2-3个小时吧，2个小时，估计是2个小时，大概10多首歌。他们这种就更像是线下见面会，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培养系的那种，就是那种练习生的那种感觉。我参加过一回，在那个广州市海珠区革命124路124号太古仓码头54会4号仓啊，应该是专门做那个综艺节目的一个地儿啊，19.9块，在
大麦、猫眼儿、秀豆都能买到。然后普通票是19.9块，VIP 是520，SVIP 是1111，是。对，小型见面会，对，就是那种感觉。那我会去，正好这两天我们那个楼上不是装修嘛，然后明天我们就可能去别的地方住一晚上，然后后天就直接去广州看个演唱会，然后紧接着就去酒吧喝酒。对，能偶遇就偶遇，不偶遇就是说咱们有机会再见。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也需要认识新朋友啊，大家可以喝酒啊，对。广州啊，广州，对。但好像现在广州的那个酒吧好像也没几家了吧？我觉得好久不，因为我之前认识酒吧老板嘛，好多的那个勾勾我也认识，但是我不开酒吧之后就很少去了解别的城市，好想偶遇，可惜在东北。东北有点远啊，对，东北有点远。东北哪里啊？东北哪里？辽宁哪里？辽宁哪里？休假到了。朝阳啊，朝阳我知道。朝阳的那个，我曾经特别早期的一个接触的一个对象，他就是朝阳的，应该是20岁左右，20岁左右我接触的一个网友啊，然后是朝阳的，当时把我迷得不行了。朝阳，所以我对朝阳还有点了解。朝阳人说话有意思，是不是？就是朝阳说话就有一点点锦州那边的那种，就反正也是那种很明显的方言，是不是？你们是说话有口音的，是吧？而且你们那边风沙比较大，我记得。你是小蓝网红吗？我不是。对，我就记得你们那边对风沙比较大。张亮是主播是 Super 导演，Super 导演是什么？六啊，你这个赔了啊！我这边只收入了293，赔了，以后不用试它了。一半没收回来呢，是有一部分就是被你收回了吗？还是都发完了？都发完了啊。
主播和我一个朋友特别像，那他得多好看啊！羡慕你能跟他做朋友。沈阳我也去过，啊，朝阳我也去过，还有，大连我也去过，其他的好像都没去过了。其他没去过，但是其实我挺想去什么营口之类的，就是那个海边的那个城市，营口，一直都想去，说营口那个海鲜特别好，追了我没干，哈哈。180斤吧，我现在190斤，190差不多，190多，95公斤，我93、95差不多，95。跟 C 男在一起处了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跟 C 男在一起会花很多钱吗？我那个朋友就爱你1、2、3、4年，忒不会说话了，我觉得你。你这个人太不会说话了，这个就有人跟你说过吗？就是你说话特别难听，你别说了，你少说点儿，要不你取关吧，你别添堵了你。那还是直男是吗？不好意思，各位邻居，我家的下水道堵了，现在正在通，可能会产生声音。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好。哎呀，跟群里说一声，要不然的话，这个点儿弄出这么大动静，就是会有人投诉，会有人就是找麻烦。下水道为什么会堵？我买的2手房子，然后一直也没用这个下水道，然后就突然就是，不知道为啥就堵了。我们其他的地方都不堵过，就其中一个地方堵啊。
二手的房子，也莫名其妙的。上一次找人来通，还通不了，估计里边是有水泥还是怎么着。让楼管管家，我们是老房子，没有楼管。没有那些什么管家呀、楼管啊什么的。没有吃过了，我就在看朋友圈。秋八潮牌男装，这个男装挺好看的啊。需要带货吗？我们其实无所谓的，可能也带不出去多少货，主要是想有便宜的，就是免费的衣服穿。可以戴手串吗？可以啊，但是你的手串太贵了吧，我能戴得起吗？你这发样品我得花钱进货，感觉。有送的样品，可以啊，可以戴。这倒没问题。但我会觉得说那个别太贵啊，别太贵，太贵的话我那个怕那啥，还带不动，因为我的粉丝群体可能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啊。我主要是和主播这么说会儿话，我老公得给我宠上天。我要是和主播这么会说话，我老公得把我宠上天。加油！我最爱带的，我觉得最爱带的货还是衣服类的啊，衣服啊，鞋子啊。吓我一跳！哎，老板。哎。
我听不见，你说吧。你微信上说，刮胡子的男生戴的手链怎么样？可以。挺好看的，我其实就觉得你这个挺好看的呀，就这个好看，其他其实这种带颜色的，其实就是感觉年轻人可能有点驾驭不了这种带颜色的，我觉得这种透明的还蛮好看的，对，黑色的我没看见，黑色的手串啊，看见了。看见了，挺好看的，黑曜石，这种应该可以戴啊，就是还是得看那个就是粉丝能不能接受这个价位啊。那其实你早一点认识我就好了，早一点认识我，其实我拍上一个网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手串啊，当时跟你合作好了啊，主播不理人，为什么？哪里不理人？咋了？上一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拍了一个剧，正好有一个道具就是手串啊，2张左右买的人。啊，现在已经干上了呀，一直在这干活呢。不超过2张，行，我见过你剧里穿的白的啊，这牧马人干啥呀？说我不理人，然后又不说话了。我只能说现在就是也不知道大家会为多少钱去买单消费啊。刚才你也没发弹幕师。晚上好，好久没看我的那个点赞了，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最近的点赞。首先第一个 AI 运镜，我这个把这个
有一个翻转功能。镜像怎么关呢？镜像，算了，不会整。这个怎么样？打个分吧。你们来打分啊！我给大家看，然后你们来打分。这个打多少分？10分满。10分满，这个打多少分？各方面啊，颜值、身材、感觉，打3分的我要看看你长什么德行。女的呀，好吧。来，下一个，这个我觉得分数应该高了吧？这个分数应该高一些吧？这个6分，我觉得他分数在我心里很高哎，也太可爱了吧！这个也太可爱了吧！有点土，我看看你多洋气，来，我看看你，你也看不着。这五官多洋，多好看呐！真的，好吧。好，下一个。这个几分？这个几分？刚才那个我给8分。这个几分？10分满啊！这都算熊吧？这算小胖子，不算熊。大面积裸露纹身也不行啊，这个我能给，也给8分。这个，这个几分？这个8分。4分，什么？你们什么货色呀？你们给人打那么低分？这个呢？这个几分？这个我能给8分哎。我的都是8分，感觉8分。这个呢？这个老，这个看着成熟，这个分应该高。9分，你看，有，你们就是练老，
这个我给7分，给7分7分啊。下一个。它是因为什么？就是里面的水泥沙子，就是沙子，水泥沙子。哦，不是固体。那就为啥水下有固体？这个呢？这个呢？这个是 AI 不行。这个。这个。这个我关了。这个我也能给6分，我给6分。这个。这个我给8.5啊，8.5，现在是最高分，8.5啊，8.5。8.5。这个呢？这个我也能给8分。这个呢？这个。这个我也给8分。这个呢？8分。这个呢？这个也8分。现在好像我的最高分应该是这个，我所有给的最高分应该是它。最高分是它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超过它的。这个9分，这个9.5，这个我给9.5，历史最高，太可爱了，它也9.5啊，9.5，好可爱啊它。我的妈呀，太可爱了这个。哇哦，可爱，少年感，然后运动感，然后小眼睛，小肌肉，然后干干净净的，哇哦，可爱。9分啊，9分，完全的9分。私信人干嘛呀？这个咱们就是
就是只是觉得很美好，也没有想着拥有，咱也不配啊。这个呢，这个给几分？这个我也能给到8分，这个9分啊，9分啊，8分8分8分。我看看它主页，这种不总刷到它。这个9分，8.5，这8.5，别给太高了，8.5啊，8.5啊。9分9分9分，我没事我就看他，就是9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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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9分啊，最高分应该是刚才那个9.5啊。对，我喜欢瘦的，就是我哪怕我喜欢胖子，我也不太喜欢有肥肉的。这个给8分的就是喜猪妹，这个8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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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没有特别低的分啊，没有特别低的。8分。好，来看下一个。对，低的也进不了3。这个在我心里有点低，这个可能7.8吧，7.8，好，你让我可以，你们来给我推荐你们觉得特别好看的，我不认识的人啊，你们来推荐。我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我觉得这个人也非常好看。刚才我还看他来我直播间呢。啥呀？那个字儿，他那个字儿啊，这儿。刚才那个来我直播间了。他关注我了，哇哦！我粉了他好多年啊，但是我最近因为谈恋爱了没关注他，但是他真的是我很多年都在关注的。也太可爱了吧！我的天，这个也给9.5，对，9.5，
9.5，9.5。你看他，我大概是19年就关注他了，对，关注他很多年，应该更早。来，接下来是你们给我推荐啊，你们给我推荐，他叫小释欧文，小，然后单立人加个土，然后的 OWEN， 对。私心推荐一下文小刀，我看看啊，咱们一个一个推荐啊，一个一个推荐，然后大家打分儿。文小刀，文小刀是不是我认识的啊？啊，不认识。文小刀，他现在，他现在没有啊，文小刀没有。那个文小刀现在没有了，没有他的账号，他现在叫什么呀？啊，有文小刀熊吗？还是文小刀什么？是不是就文刀啊？文刀我认识啊，不用推荐了。2.4万没有啊，2.4万。他现在应该又改名字了，是不是文刀吧？你就说是不是文刀？文刀我认识。8152134啊，看到了。他现在是不是只能关注他才能查看他呀？我没关注他，啊，那我看不到。这个我应该我知道这个人，好像我们认识啊，好像我们认识。这个7分，7分，我被拉黑了，啊，是吗？7分啊，他在我这7分。接下来啊，小乔你给几分？小乔9.5，9.5，9.5，9.5，9.5，9.5，9.5，9分吧，9分就小乔8.5吧，8.5，8.5。因为我考虑的是，不光是颜值它确实能9.5，但是综合可能8.5吧，啊。雷熊我看一下啊，雷熊，哦。你说的是这个吗？哦，这个我没办法评价啊，这个我没办法评价，因为我应该是被拉黑了。我为什么会被拉黑呢？我跟他也 OK 吗？是不是因为2把刀，然后他把我拉黑了？志远，我们看看啊，志远我好像刷到过他。志远，这个志远啊。是这个志远吗？哦，这个志远啊，这志远我也没办法评价。这志远，我只能说这个志远他，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
曾经我被别人就是盯上了，然后对方私信我，然后说什么要跟我在一起，然后说什么不让我什么直播呀之类的，然后说什么就大概不让我工作之类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小嘛，就是也不太会处理。后来，我自认为我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后来，就是明明是他就是主动来，就是认识我，然后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是后来他跟他身边的朋友会说，白里屠夫在缠着他。就首先我觉得我这个个性也比较不是缠人的一个人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也不需要别人就是养着之类的啊，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是哪里误会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处理啊。这个事情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但是我从此我对这样的人我会觉得神经病，对，明白吗？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别人这么说啊。我到现在我也没有问过，或者说我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对，反正他好像他确实条件不错之类的，但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在造谣啊。有什么你都可以说，就是只要我真实的事情都可以说，但你不能去造谣啊。有的没有的事儿你就不能去说，明白吗？啊，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我没有办法，对，我没有办法评价。那应该是图图被拉黑了，我都不认识他。这个叫文小刀的，我也，这是我之前好像是跟他有互关过，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值得他把我拉黑的，除非他就是单纯看不惯我，或者说就是我可能又被别人造谣了，然后他，对，这我不知道，就这个文小刀。你看你们说这个人，我其实都，我都不太了解。小五不是15，我看一下，小五不是。看一下啊。这个我也没办法评价，这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真的没办法评价，这个，就是碰到难评价的，我们就不评价了啊。就我们尽量不要去说别人不好，就是好的我们夸一夸。来，还有没有？你们还推荐谁？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啊。他我也认识啊，这个 T
不知道他的关注。这个能给到8.5，8.5，8.5，8.5，8.5，8.5，为什么我给他8.5呢？就是，他也在互联网很多年了，就是没有那种见到那种新人的那种新鲜感之类的啊。但他红了也挺红的啊，对，不会乱跳的舞，对，这个他不乱跳啊。身材也不错，长得也不错，然后我还有点喜欢戴眼镜的对，就是这种一看就是温柔型。还有没有？就这种，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啊，就是戴个小眼镜啊，然后就是气场也没有那么强的，我觉得这种还蛮好的哦。文石，那叫别吗？还是八呀？这个我也搜不到啊，这个我也搜不到，是文刀啊，文刀7分儿。文刀只能7分了。文景文景我看一下，文景不是刚才刚关注我的那个吗？还有文景啊，这个文景啊，这个呀，这个我也没办法评，这个，对，这个我也没办法评，反正这没办法评。刚才还有一个什么六先生，我们来看六先生，六先生1.2万，不是这个，很低分吗？文先生，六先生是粉丝多少的呀？有好多六先生，好多六先生，哪个粉丝是多少呢？什么？那个默默，六先生是粉丝多少呢？7、8，哎呦，没找到7、8的呀。7000多粉丝，那没找着。我们看下一个啊，蓝精灵。蓝精灵，你说蓝精灵不会是这个吧？是这个吗？蓝精灵。是吗？
这个我也没办法评价啊，这个。下一个啊，是这个吗？这叫 ego， 是这个吗 ？ego。哦，这个我也没办法评。这我也没办法评，只是，是，下一个柴柴，哪一个柴柴？柴柴，哪一个柴柴？柴柴是这个吗？柴柴。柴柴，这个我也没办法评，我知道他有一些小癖好，这我没有办法评，就是我评价一个人，其实我不光看长相和身材，我看这个人整体，对，我看整体，其实我有看过他其他的社交软件，还蛮对。对，蛮夸张的啊！叫我老白，我看看，叫我老白啊，叫我老白403，叫我老白。这个啊，这个我也没办法评，对，这个我没有办法评，就是没有办法评，龙龙啊，龙龙我知道，龙龙我们之前也是互关的，龙龙。龙龙，龙龙，啊，龙龙7.5吧，我能给个7.5，龙龙，就，就看一下就。9，这个能给到9分儿，这个能给到9分儿，那上面是谁啊？上面这个也能给到9分儿，这俩人都给9分儿啊。9分9分，就我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其实我喜欢熊脸，然后肌肉的身子，然后又年轻的那种，长得像你前任，你哪个前任啊？就你前任啊？就前任。
这个管理给几分？他跟你前任一点都不像，好吗？就你这么说的话，就不会开心的。很像，行吗？你说像不像？这个大家能给几分？5分儿。这爱他这一款呢，其实很爱他。对，他就是我们东北的那个东北人的那个状态，他就很东北人的那个状态啊。我想知道他在干嘛。对，就土土的，但我觉得他蛮特别的啊，跟 gay 圈的人不太一样的啊。好了，今天2个最高分啊，2个最高分，2个最高分，一个是，哎，2个最高分，2个最高分，哎，2个。哇哦，他一定是今天的心头好啊，最高分，真可爱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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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可爱啊！我的妈呀，我的心头肉，我的最高分，然后还有一个。刚才我搜过，没有记录了。小事，哇哦！啊，他也是今天的高分，真好看。这个是照片，为什么是照片啊？我看过他直播呀，他怎么能是照片呢？我喜欢小眯眯眼儿。这个是照片，大哥。这个小八我看过他直播呀，他一点都不是照片。叨叨点赞的喜欢的类型和你一样，不，他喜欢的都是那种练的特别大的那种，就是他喜欢那种就是肌肉有点变态的那种，就是维度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啊，他就喜欢大胖子。他是大变态，他喜欢就是那种巨壮的那种啊。放屁！我可不喜欢大胖子。对，他喜欢猩猩，哎，对对对，他喜欢猩猩似的，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对他有点，我觉得他有点肌肉崇拜，但是他还不是那种完完全全的那种就是要求腹肌之类的。你喜欢这样？点赞我都点赞。这不大猩猩吗？对。块头很大的呀。对，变态嘛。你要是再喜欢那样的，咱俩就不能在一起了。
那你喜欢的跟我喜欢的不一样啊。那你可以瘦下来，我胖不上去啊。你可以瘦起来啊。我为啥要瘦下来呢？就是你能减下来，我减不下来。我减我也减的是肥肉。对啊，你就瘦成那个就是刚才那两个了。我再减我也减不成那么小的比例。那就分手吧。分吧，那就分吧。分手。去找你的那个什么你点赞的那些人。谁怕谁呀？喜欢都是那种大怪物。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有健身就很好，就是有健身稍微一点痕迹，就是看着健康，我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因为我都没有，而且我现在对肌肉也不太迷恋，就是我会很喜欢，他不是在假开心，不是在假笑，然后也不是在立人设，他就是因为运动，然后他拍一些运动的一些照片呐、视频呐、我就觉得很好，因为我喜欢一个人有各种情绪，就比如说这个人爱发火，或者说就是爱笑、爱哭，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我不太会觉得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他应该一成不变之类的，就是我喜欢真实的人。包括就这些网红啊什么的，但是我刚才为什么有人会把我拉黑呢？所以猴子肯定是不行。猴子是什么意思？我这里面有很多猴子啊，很多肌肉猴啊，为什么说猴子不行？我觉得我顶上有很多猴子。我不喜欢猴子，我喜欢猴子呀，我对猴子还我欢迎大家做猴子。怎么不开空调啊？这是非必要开销，不敢开。有个风太就行。还是不热。跟我要直播呀，我看杂音。下来同学。我在。打开空调。开了。开了。通好了。通好了。150。他为啥说150？我哪知道？他是割管子了吗？没有。然后他说得150。好吧。好，今天咱们赚回150，好不好？叨叨也没还价啊。你还敢说这种话？都怼死你！你们不是谈好价格就来了吗？我没谈。
那个舅可不像你前任啊，别说人家舅，很像。放屁！我他妈认识你前任。你见过前任几面啊？叨叨你俩我都喜欢，我俩有不同的类型。一个肌肉男，一个肌肉熊，一个胖熊。他是肌肉体育生，我是中年胖老头儿。对，我是中年胖老头儿。是。前面我没改吗？前面我要改改。挺有意思的啊。我为什么会被文小刀拉黑呀？为什么？所以你打算带货吗？我不用带货吧？我带货的话，如果说我的货不好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不想负责任。还在想这个事儿，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而且我们也没微信，那谁知道咋被拉黑了呢？就是我记得我好像跟这个文小刀好像是，连有可能，哎，不能吧？我不应该，他，那不知道。就我没跟他私信说过话，或者说有微信说过话吧，应该。所以就是没有接触的两个人，就是只是好像就是网络互关之类的，说不定你把人取关，人就把你拉黑了。而且我记得就是说我应该不是近几年才取关他的，我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打算那个退抖音，然后才就取关了好多人。对，黑子对的样样。因为我后期我在玩抖音的时候，我好像就没关注他了啊。也可能你跟他的朋友有矛盾，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的。你弄得别在那呲儿的，要不吃药，要不就别吹那个东西。可能无缘无故，应该说是说了。做了是。我那个抖音，咱俩还互关了呢，以前。咱俩互关了，你干啥？你说啥呢？
你之前叫啥呀？咱俩互关了。叨叨咋了？你说他在那块儿那个大鼻涕，他他在那吸鼻涕。我就让他，要不你就把鼻涕擤出来，要不然你就吃药。你之前叫啥呀？按年1、2、3、4，你之前叫啥呀？跟我妈一样呀，啥意思？你之前叫排卵啊？一堆这个，我没印象，我很少跟别人互关啊，怎么可能我跟你互关？你现在发到我，你现在那个用你之前的号，然后那个啥，我私信我看看哪个是你，那个号还在不？我看看哪个是你。有水分，能不能上去？好，我看一下哪个是你。啥叫有水分啊？挣150就下播了，一天直播挣个支出就好了。之前还有人说那个什么我在快手什么的，我没在快手上。对，我从来没有玩过快手啊，所以快手那个账号不是我。然后Facebook 那个就是有一个账号，好像也是冒充我很多年，然后我也没办法。然后小红书好像也有一个账号比我的粉丝还多，但那个也不是我。有厂商找你带货吗？没有，我这天天怼粉丝，怎么会有人找我带货？我天天怼粉丝，怎么会有人找我？待会儿说。之前有人找我那个卖过鞋子，啊，确实是卖过一段时间鞋子，但就是尝试一下嘛，卖过700双鞋子。
因为我觉得我的粉丝就是，但凡我带货吧，能支持的就一开始就支持了，后期大家支持过了就不会再支持了，所以我的量其实有点上不去。啊，你包括我自己卖衣服，我大概我也知道我能卖多少件儿，啊，比如说我出衣服了，我大概能卖多少件儿，我其实自己是能估计出来的。包括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的粉丝，其实都是年纪特别小，啊，也没有什么能力去买购买，不太会啊。粉丝群体也就是这样，现在真正的购买力其实都是在，就是价格这一块儿都要便宜一些，但便宜的东西我一般也不带，因为太便宜的东西你就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一件衣服30多块钱的衣服，我不敢带，因为我自己我也穿过30多的衣服，但是现在大家买衣服都是买30多的。但你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你们就是私底下买个30多块钱的衣服，无所谓，就坏了也就坏了。但如果说你们是从我这买的话，你们就对，可能就会找到一个缘由，就说哎，我在你这买的，你的质量不好之类的。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你们在陌生人那买30多块钱出了质量问题，你们也就算了，啊。但是要在熟人那儿，你肯定得找，对不对？你30多块钱的东西，你怎么保证质量呢？因为我自己做过衣服，一件衣服的成本，反正我们做的衣服的成本不止30多，有可能，对。就我没有做过，就是我的成本没有到30块钱以下，从来没有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30多一件衣服，就是完全不在乎成本，啊。这个号刚刚找到啊，看看哪一个呀？啥呀？哪个号？点123呐？点123，你说我关注你了是不是？我关注你干嘛呢？这你这个账号我关注你干什么呀？我以为你在说别的号，就你这个账号有我关注的点吗？就是关注他干嘛呢？就是为什么呢？就你说出一个理由。就比如说你里边有照片，或者说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或者说你就是怎么样的，我关注还有理由，你这个照片也没有，完了内容也没有，我怎么会关注呢？我关注它的意义是，对不对？就我们经常会，就是我也经常会关注一些博主啊，或者说一些东西，因为它是产出内容的。我就说，你得有点让别人关注。手滑了也不能啊，手滑了我也会第一时间就是取关了。
艾特下你啊。我现在我也不关注别人，我一般都是就是总看，然后抖音系统就会刷到，啊，你虽然说你不关注这个人，但是你正常刷抖音，他就会给你推送他的内容，啊。比如我现在我总看的就是房子，我经常会看那个长沙的中介、重庆的中介，之前还看武汉的中介，现在不看了，然后还会看那个《凡人修仙传》的那个 AI 版，就是有各种 AI 的，叨叨还有你9级粉丝呢，啥意思？叨叨还有你9级粉丝呢？他给我刷个礼物好像是，或者说，啊，他一直都是我的粉丝是吧？就是抖音粉丝团里面的啊。你唯一关注的一个是叨叨吗？你们应该能看见吧？应该能看着我关注谁。我之所以只关注叨叨，是因为，是因为当时我跟二把刀刚在一起的时候被网暴了，啊。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是被网暴了，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之后，然后他是跟他前任分手之后，然后跟我在一起了，然后他前任就会觉得说我俩在剧组就搞在一起了，然后就可能就是上网撕他，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好多的那个所谓的小网红吧，或者说就是有一些有点小姿色的人，然后就是蛮攻击二把刀的，然后尽管我就是直播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了就事情的真相，但是其实还是在攻击二把刀。然后甚至被曲解为就是我跟二把刀也保持距离，然后二把刀其实就是一厢情愿之类的。后来我就一气之下我就把所有人取关了，我只关注了二把刀，我就想证明就是说，我就是我没有不支持二把刀，我也没有就是说怎么样，而且现在二把刀对我最重要，所以我就只关注了他，对，那个时候就是挺疯的啊，然后就因为我取关了好多人，然后好多人都跟我生气了，好多人跟我生气了，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就是干嘛作秀啊之类的，但我这些东西我没办法解释。就是会觉得那个时候，你看我俩，首先我个人会觉得说，我觉得都挺合理的，就是我觉得都挺合理的，就是什么都合理，
我觉得发生任何事情都合理，我觉得都不就是可能说意外，但是合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觉得被别人传说我俩在剧组就搞在一起了，其实这也合理。然后我一开始看不上他，我觉得也合理。后来就是我俩慢慢的就是有默契了，我觉得这也合理。然后他跟他前任分开也合理，他喜欢上我也合理，我跟他在一起也合理。然后我们突然的就是也没不管不顾的公布了我俩在一起，被骂也合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合理，所以你就是这么说，你面对这个事儿，你只能就是面对嘛。你被骂，你其实就是很正常嘛，对不对？确实是，就等于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就是很快的进入到下一段感情了，叫什么？对啊，是分手，然后无缝链接，对，有点无缝链接了啊，这也合理，就是被骂都合理啊。但是我会觉得说，你重新再来一次，可能我还是这么处理的。对，我就是一个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的人，我就觉得说都顺其自然，我也没有被谁威胁，也没有说被谁强迫，我喜欢了就是喜欢，我在一起了我就是在一起了，我不太会因为别人的想法然后去改变自己的这个决定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一个人生，对，就他就是会这样，你要是不受争议，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话，我觉得做这行也做不了吧。对，就是其实做网红也好，做自媒体也好，做演员、做导演，我觉得这个都得有那个神经病那个劲儿。演戏你也得有，创作你也得有，导演你也得有，什么都得有，就是你就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设定的一个人，他就是会跳图啊，对，哪个明星没有几个黑粉？我不是说明星啊，我也不是说黑粉，我没有说这个观点，我是说，就是平庸的人，其实他做不了，就是平庸的思想，其实他做不了那个，就是艺术行业，就是你只有想法的人，或者你性格是这样，你才能做。其实很多明星其实都挺叛逆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市场，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个这个观众的审视，所以他不得不隐藏或者把自己的情绪压下来，但时间长了他就会抑郁嘛。大多数人其实都有点叛逆，都有点有个性，也不是说个性特别强，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维模式，不太可能像那种我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上班族啊，或者说就是天天围着父母转的那种孩子，就是思想不常规，这是最起码的设定吧。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再重来一次，我也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就是不太会跟别人一样，而且是完全不一样，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想法都不一样，这其实就是注定的，注定的。
我小的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不是因为我不学习不好，我是会觉得，我不想让家里给我钱让我上学，就是就我不喜欢别人给我，我要等啊，我觉得交学费的时候我在等家里，我不喜欢，我从来我就不太喜欢别人给我东西，我也不喜欢对别人有太多的期待，就是那种让别人去掌握我的生活的那种，不太喜欢这种，我更喜欢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性格就是这样。包括后来，我就觉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凭什么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呀？那个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说凭什么大家初中不能早恋呢？就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就是因为我比较早熟嘛，然后我也会看一些电视节目或者说书本上就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孩子教育问题就是应该开明嘛，然后如果说发生了早恋，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然后老师要引导之类的，不能就是说像什么犯了大罪一样，然后要砍掉之类的，不会。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人书本上人家那个相关的那个人士都在分析说早恋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为什么我们这个老师就跟傻逼似的呢？就恨不得就是活剐了我们呢，对吧？当时就会觉得老师处理的非常差劲，就虽然说是12、13、14岁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了，就不会以老师的说法为主，我也不听老师的，我觉得老师他凭什么他就是对的，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从小就这样，包括我在就是当服务员的时候，因为我当了很长一段服务员，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凭什么当主管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当啊，为什么他工资比我们多200-300，他有什么牛逼的？我觉得我也可以当。后来我就真的就是，当我决定说我不比别人差的时候，那我就辞掉工作，然后我就去面试了。就是我不觉得他们比我厉害啊，就这样。包括我在拍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我觉得说，就为什么要筹备那么多呀？先拍呗。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习惯就是说要筹备规划好，然后要有很多很多专业的人来指导。对，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人专业的人瞧得上你做的这些事儿吗？那你自己先做呗，是好是坏你先做出来，慢慢改呗，被骂了就改呗，就我得先做出一个东西，我得，对吧？我得修改呀，我得有东西去修改。但我那个朋友就是他永远在准备，然后一次都没做。他一直想跟我做一个采访类的节目，但他一直不做。然后这个采访类的节目一拖再拖，到现在也没实行。就是这样，就是包括我现在都会觉得说，我骨子里也是叛逆的。就比如说，大家都会说，你染头发会更好看一点，你现在白头发很没精神，
邋遢。我心想为什么要染头发？对不对？就是我喜欢这样方式，而且染头发其实对身体不好。我对头皮不好，对身体不好，就是对那个毛囊不好。我觉得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常规的？我就一定要染头发呢？这想染就染，不想染就不染啊。就有一天你想染了染呗，你不想染就不染，你不能别人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呀。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我留胡子的时候，好多人说，哎，你留胡子干嘛呀？显老邋遢。后来我把胡子刮了，然后很多人说，你怎么不留胡子了？还是留胡子好看？神经病啊！我后来我就不太在意这些东西啊，我不太在乎，就是干嘛让别人掌握呢？就你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在别人就是按照我妈妈有的时候就会，你知道我妈妈会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她的事情，然后就是那种吐槽的性质，啊，我妈妈会经常跟我吐槽她生活的不如意，然后我就经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别跟我说了，我说那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事儿，你说你让我怎么做？就因为我妈妈总会说跟我奶奶还有跟我姑姑他们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嘛。然后我说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呢？我说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他们吗？还是不跟他们来往，还是怎么着？还是恨他们？还是见了面骂他们？还是怎么着？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的思维就是说，那个是你们处理不好，那是你们那代的事儿，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嘛。我也不想去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处理就好了。所以我会说这种话，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隔路啊？隔路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思想这么奇怪呀？对，他会觉得说，我应该听了以后非常生气或者挺他之类的，会怎么样？然后我妈妈就看到我的态度，她就会有点生气，或者说有一点点讨厌我的说法，对。但其实就这样，那是你的事儿啊，然后今天我还看到那个就是网上有一种说法，就你的兄弟会劝和不劝分，你的闺蜜会劝分不劝和，啊，就你的兄弟会劝和不劝分，你的闺蜜是劝分不劝和。然后我就发现啊，这可能跟就是自己的心理有关系，就是可能偏女性的角度就会劝分，偏男性的角度就会劝和，啊，你们仔细去看看你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闺蜜是谁？我之前有2个闺蜜啊，然后她们就是，如果出了感情问题，然后她们就会劝分，啊，因为我们3个人是好朋友，然后如果说那个人出问题了，另外一个人就会劝分，然后我会劝和，这2个内心不太相同的人。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不觉得我的朋友就完完全全是对的，就是我在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哪怕这是我朋友，我也在考虑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这个朋友，他分了他好找吗？他是不是他本身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我真的我说这种话吧，我觉得就是挺伤人的，就是
就我的朋友如果说跟我抱怨他对象的话，我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你只能找这样的呀，你要，对吧？其实，就我的朋友如果说抱怨他对象的话，我也知道是他对象的问题，但我完全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哎，那个好像能怎么处理？因为你的能力，你只能找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就抱怨之类的，但是这就是你找的呀，这就是你这个能力能找到的好的呀。因为这个对象你也挑了很久啊，或者说你也了解了很久，是你决定跟他在一起的，又不是别人逼你的，所以你可能你现在的能力只能找这样的，就没办法呀。你发生问题，那怎么可能不发生问题呢？对不对？我觉得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比如说我的朋友要跟她男朋友闹分手，你不用跟我说，你就直接分。你要问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劝你分，因为就代表你没有那么坚决。你要真坚决的话，你自己处理好，啊。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给别人感情，对。我之前我特别喜欢跟处女座的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处女座能管着我。然后处女座其实是有一点事儿逼的，我其实愿意跟事儿逼的人谈恋爱，因为我觉得跟事儿逼的人谈恋爱，其实因为我本身我比较懒，然后那帮事儿逼吧会逼着你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就是那个处女座爱干净，你知道吧？然后处女座是要求别人干净，我金牛座呢就是属于那种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行。我金牛座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处女座去我家里边，那个时候也要 dating 要谈恋爱嘛，然后他到我家，然后那个时候不养 monkey 嘛，他看了一眼，他说：“你怎么给狗喝那个自来水啊？”我说：“那狗喝什么水啊？”然后他说：“那要喝纯净水啊，要喝那矿泉水或者纯净水。”我说：“哎呀，没那么娇气吧？就是他会觉得说狗不能喝自来水，然后后来他就不让我给狗喝那个自来水，他要把那个自来水倒了之后，然后他说：你这个喝水的那个盆怎么这么脏啊？”然后他就边骂我边那个就是在那块就洗这个盆儿，让我心想，狗盆要多干净啊！反正我不是一个特别在乎这些细节的人，但是你要说，如果说，哎，狗盆特别干净，或者说，特别爱惜狗的话，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也能高级一些，就是说让自己把狗狗打理很好，或者家里打理很好，对。反正我是会觉得说，哎，有个人跟你不一样，其实蛮好的。包括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是天蝎座，天蝎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当然我说这个也不全面，但是基本上好多天蝎座都有一点点，不是，天蝎座不是腹黑，天蝎座都有一点点瘾，那方面有瘾，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瘾特别大的一个人，天蝎座瘾特别大，然后呢，我就看他们的生活就是会很要，看他们生活很要，然后就是会时间管理大师，我说你们不累吗？我说你们怎么
就是怎么这么大的精力啊？就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就是啊，就是他们很爱生活，然后我们金牛座就是很懒，随时随地，他不是随时随地，就是他一周要4次吧，一周要3、4次吧，我觉得这个，对，一周要3、4次，我觉得很夸张。我们金牛座就是属于，就是很懒，就不愿意就是太去让生活那么折腾。多久不夸张啊？多久不夸张？那你看看你父母就好了。你看你父母多久一次？不可能的呀，正常在一起久了，那不可能那么夸张吧？你父母可能半年一次，对不对？有的都没有了，一定是这样的。谁过日子能一周3次、4次啊？太吓人了。那个其实就逼死人呐，那对吧？我就太吓人了那个。巨蟹，自残。巨蟹是几月呀？6、7月啊。不了解，没处过巨蟹的。我生活当中其实，我最怕的就是那种碰到那种撒谎的人，撒谎的人我真心不行。叨叨是天秤座吗？是的，他是天秤座。叨叨也不像天秤座，对，他也没什么特点。就叨叨是，我要给叨叨贴标签的话，就是，叨叨的标签就最明显的标签就是犟，他就是一个特别爱犟的人，就是特别犟，就是那个犟是什么犟呢？就是他，就只能贴一个犟，其他的没有什么特点，他不是一个有特点的人，对。死心眼儿，他不是死心眼儿，他就是，反正就犟，他也不是死心眼儿，我怎么说呢？就是，但是他现在还好点儿了，我记得前2个月就死犟，这2个月好多了，就是说他没有特点，反正我就觉得他没有特点，就前2个月爱转，现在不转了，现在也好像这2个月好像就改好多了，可能就是前2个月我俩也因为这个事儿好像吵过架似的，他没有太多的标签儿，这样就是认死理儿，他也还好，就是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事他没经历过，然后他就会按照应该不应该去处理，但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应该或者不应该，你不是说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它就不会变成别的样儿，但现在就好很多，这2个月他温顺了很多。
啊，前2个月这个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愣头青。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撒谎的人，大家记住了，反正也有的人也喜欢撒谎的人，我不太喜欢撒谎的人，我就是完完全全就觉得撒谎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撒谎的人，其实你很多东西你都不敢去，就这个人你不知道怎么相处了。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跟别人谈恋爱的话，我基本上都是我的所有事儿对方都可以知道，而且我会主动去说，我希望对方也是这样来处理。就是我不会去查，其实我在感情里，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就是懒，我是有一点懒，我就觉得说，大家坦诚相待，其实就省了好多事儿。包括二把刀，他有没有跟别人聊骚什么的，可能就是之前跟他相处，我大概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不会想着说，万一他有一天跟别人聊骚了怎么办？我就是蛮信任的，就是，但是你要是撒谎的人，真的说实在的，你不知道他咋回事儿，你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你也不敢说你自己的事儿，这就没办法，没办法。撒谎的，比如说他出去约，他告诉你没约，我就挺期待的，就是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二把刀有一天出去约了，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出去约了？他说有，好，我挺期待是这样的，就挺期待是这样的，就是你约了你就直接跟我说，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说了你要去约了就分呗，那有啥了不起的，对不对？他不会去聊骚，我觉得我俩现在都不敢聊骚吧，也不是说不敢聊骚，就是不能去聊骚。一聊骚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监督吧，对，就是谁也没有想着刻意的去监督，但是我俩在一起的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嘛。那这个圈子其实就是很，如果你跟你对象，然后大家都知道你俩谈恋爱，然后你背着你对象聊骚，这个事儿肯定会爆出来，没有人会帮你隐藏的，这事儿一定会被爆出来。你就是告诉他，你说哎，我跟你偷摸的那个搞过，你别跟别人说，他还是说的，所以这个聊骚啊、出轨啊这种事儿，没办法，感情就是要坦诚相待。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有多少钱，我跟谁的关系，我家里人的状态，他都知道。是我们在一起没事儿聊的时候，我俩就聊啊。当然他家里的东西，他跟我说我也记不住，就是我是一个滔滔不绝者，但是他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大概能，反正我也在听，但是我记不住，包括他跟谁谁谁关系啊，包括他跟他前任发生的一些事儿，他其实都说过但我不记得，就完完全全不记得。包括我跟我前任在一起2年了，2年多，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生日是多少，就是，哎呀，想不起来。
那就不是一个，就是我期待的生活，就是说，比如说，哎，你想要什么东西，好要呗，咱俩去吃呗，或者说你今天过生日了，你说老公我今天过生日了，你送我点东西好，行呗。对，就是你别考验我，你考验我，我记不住啊，我也没有说就是要求就是说别人能记住什么纪念日啊，什么在一起多少天呐、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记住就好，你不记住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嗯，就是咋说呢，就是反正我们金牛座也不太浪漫啊，对，不太浪漫，特别实在，有话是真敢说，对我觉得。那你不说干什么呢？就是你，就你，我觉得就是要表达呀，你表达了我才明白，或者说这个人你不表达的话，我永远不了解你啊。我之所以表达是因为我也想倾诉，然后我也想被大家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会觉得说，那时间这么长，大家不表达干嘛呢？我特别受不了那种饭局酒局，然后大家不说话在那块端着，那出来吃干嘛呀？自己回家叫外卖吃好了。就你出来玩，你放肆一点，就是说你有个性一点，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比如说，哪怕就是你耍酒疯，我觉得我都会觉得说，哎，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个人耍酒疯和一个人他闷不出声的在那块儿没存在感的话，我宁愿就耍酒疯的人。对，就是好无聊啊，就那样的人好无聊。你没有个性，我其实出来我就是交朋友的，你没有个性，就好就是好无聊，没有办法跟你深入交流。而且我就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没话聊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对方很多问题，了解对方。那你尬在那干什么呢？对，交朋友嘛，交朋友就是问问题。然后我也会把我自己的事儿跟大家说，然后就是我很怕冷场，啊，冷场真的让我受不了。嗯，现在是冷场了，我好受不了，别冷场好吗？冷场了会干嘛？冷场了会想办法讲自己的故事吧。我直播冷场了就会讲故事。讲自己的事情分享，啊，好，冷场1分钟吗？
背后这幅画是有什么主题吗？这是我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画展上，然后拍下的一个作品。对，它的寓意是守护与重生。对，当时是很多人抢这幅画，然后只有被我抢到了。有冷场。OK， 你这个 OK 更冷。拍卖品不是。图的是有钱人吗？多少钱算有钱？就你们觉得多少钱算有钱人？图图和叨叨，你俩现在对彼此还会有新的认识吗？应该不太会了吧。我觉得二把刀其实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了解他了。我现在不知道二把刀的阴暗面，因为我现在我觉得他一直还在端着，而且就是俩人也没撕破脸。我不知道就是他阴暗面是怎么样的。对，新的了解就是我俩得吵过架，然后大分手、大撕逼，然后之后才会更了解吧。对啊，就因为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不了解这个人，就是因为有很多面嘛，能分手的那个面我也不知道。沈腾是东北的吗？那你会对叨叨的阴暗面感到不安吗？阴暗面我不会不安。阴暗面怎么会不安呢？阴暗面会气愤吧。就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二把刀是一个特别爱看回放的人，就是因为我家里有那个监控的那个视频嘛，然后有的时候在对着床、卧室之类的，然后他就会看我俩那个的回放，然后其实我就有在幻想说，哎，有一天他跟我闹掰了，分手的时候，他这些视频会不会就都公布出来？因为我不穿衣服的时候身材还蛮吓人的，虽然说也就是很威猛啊，但是就身材确实是有点辣眼睛。但这个其实是我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会开玩笑，他说啊，等咱俩分手了，我就会发出去。但是我也不觉得他一定会发，但是就是发的时候能不能就是挑几个角度好一点，就是肚子没那么大的。对，你不是胖熊，我就是那种发了福的那种人啊。对啊，略显太阴暗了吧。卧室还放监控？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卧室和那个客厅是在一起的呀。在一起3到7年是最容易分开的。我不怕分开，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感情
如果说大家想分开的时候，就分开就好。而且我觉得就是分开之后也会有反弹，就是大家也会就会想着复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让它顺其自然嘛。如果说你能分开，那就分开；你分不开，那就复合，就是不怕它发生。分不分开，其实对生活本质上来讲的话，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我不觉得感情一定要挺过多少年之类的，我就觉得感情最好的状态是两个人互相喜欢的状态，不是说哪怕人家都已经出轨了，完了你还在维系，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这么廉价，就不喜欢了，那就不在一起就好了。因为人都会变心呐、或者说会舍弃一些东西啊，对啊，时间久了所以不看交往时间，交往时间能咋的呀？国家给发钱，还是怎么的？就是交往时间为什么要在乎交往时间？交往时间能干嘛？能咋的？我就不明白，就是很多人都在乎时间，能咋的呀？你还是要高质量的感情生活嘛，你得互相喜欢啊，得一直舔着人家，然后人家都不太喜欢你，完了这样的感情你们也要，那你对吧？图啥呢？我不明白。你都明显感觉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你，然后你说，哎，我再努努力吧，再让他重新喜欢上我吧，骗谁呀？人就是不喜欢你啊，没那么喜欢，一开始就没那么喜欢你，到后来就是说，哎，已经不喜欢你了，完了你自己还在那坚持，把自己过得那么狼狈干嘛呀？我感觉出轨特恶心。就我觉得你出轨，你为什么让自己出轨呢？就是我会觉得说你天生就是喜欢性的话，那你就不要跟别人固定关系就好了呀。就不要固定关系就好了，你可以享受更多。那你跟别人在一起，就不要出轨嘛。你这个你自己想好。就你没想好，那你就不要谈恋爱。主要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感情是什么，或者没想好感情是应该怎么相处。就我觉得这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单身的时候，你想多接触点人儿，然后，对吧？你去深夜里买醉，然后没事多出去旅游，甚至玩暧昧，我觉得这个都行啊，这个都允许啊。但是你谈恋爱了以后，你就不能这样。对吧？你谈恋爱了，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你夜不归宿。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感情是夜不归宿了，已经到你夜不归宿，你相处啥呀？
我跟前任那个时候就是，后来他就不回家住了，他就去他奶奶家住了。那我就觉得说，哦 OK 啊，那你就分开就好了呀。我俩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他说他想那个，去奶奶家住之类的，或者说他想出去玩一玩，晚上就去奶奶家住之类的。那我是觉得 OK， 那你就分开就好了。谁提的？一般都是我提分手，我是特别事儿逼，我会觉得就沟通不了的话，你就别那啥了。我跟前任就是后期就是变成了，就是说我要求他做一些事情，他觉得我在控制他，或者说在 PUA 他。那我就说，那你不想做的话，那你就别答应，你答应你就做到。后来我就说，那你到底想不想做？然后他就说他想做，结果他还是不做我就发火，然后就提分手。然后他说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做。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反感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没要求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从来不要求一个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在沟通或者说在相处的时候，你就告诉我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事情，你不能告诉我说我给你出的方式你不喜欢，好，你自己也没有方向，然后你怕我生气，然后你告诉我说我给你出的方法你喜欢，然后你还不做到，就是一定。我很讨厌就是原地踏步的那种生活，就是你有你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尊重你的想法，然后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但我问你，你不回答，我给你出主意，你说好，结果你不去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好痛苦啊，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好痛苦。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前任嘛，我前任就是我俩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我觉得他这份工作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他这个工作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说那你这份工作你觉得有没有前景？他说没啥前景。我说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说赚不了多少钱。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又这么累，好像又赚不了多少钱，然后又没有前景。他又不是医生，他只是一个工作，就是那个就是后勤工作。我说那你还不如辞了呢。我说你辞了以后，然后做自媒体。然后他说他考虑，结果后来他考虑完了，他说好，我听你的，我辞。我说你想好了？他说想好了。我说你要辞了的话，你这工作可能就找不回来了。他说我给你做自媒体。结果就开始做自媒体，然后他说他不会做。我说那我教你怎么做。给他拍了10期的视频，结果我说那你单独做一下吧，然后他说他不会做。我说我教你了呀，我都给你出了10期，我说出了10期视频，你怎么可能不会啊？而且他是一个特别爱看那个抖音的一个人，我说抖音上也在教，不会，然后他就一直不做了，他就摆烂了。摆烂了以后，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不做了，那你这工作不白辞了吗？而且那个时候就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都觉得说，
啊，你让人辞职，那么医院那么好的工作，你让人辞职怎么样呢？然后现在你又嫌弃他，我说你现在别人又怨我让你把工作辞了，然后你自己又不上进，然后你这些东西我给你教你了，你又不做。然后他说啊，我做，他说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又教他怎么做，他就做了一期，他又不做了，不做了以后，然后他就天天玩手机，然后我就有点发火了，我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车，想不想要房子？我说这些东西都得你自己去争取，你拍视频、直播啥的你都得做呀，那说白了那不比他们上那死班强吗？你只要骂他，他就拍一期，然后摆烂。你只要骂他，他就拍完了就摆烂，他不连着拍，就那样，就打一下挪一个地方，打一下挪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这样的话，咱俩就没必要在一起了。我说不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说啊，我一定会改，我一定会拍。还是就反反复复这样，啊，就反反复复这样。后来我就真的忍不了了，就真的忍不了。就我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想做你就跟我说。完了你现在你又说你想，完了你又不做，不做我就跟着生气，生气完了你就说我一定会改，结果他又不做，就这样，就大概这样持续了3-4个月，每次都是争吵，有的时候他觉得我特别凶，然后他就要跟朋友去酒吧去散散心之类的，啊，就这样，就是说哎呀那个去奶奶家住之类的，啊，我就特别生气，我说他妈的，我管你干嘛呢？我说管到最后完了，他妈把我气得要死，完了你还恨着我，然后人网友就是因为我俩直播的时候，网友就会说哎那个，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百里让你辞职啦，然后就百里 PUA 你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在那块默认，就这个就我真的无解，我就是无解了，我到现在我都提起来我都会气的都不行。就无解，我期待的就是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事儿执行下去，就这么难，啊，非常非常的难，到最后就是好多人还都说哎，你幸亏跟他分了，感觉他特别 PUA。啊，就 PUA 大王，啊，就天天那个逼着你怎么样的，啊，根本就不爱你 ，PUA 你，唉，真没办法。你知道，就是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不是说那个二把刀就一定好，但是人家二把刀吧，人就知道就是说。要没事要更新呐，然后要去拍视频呐，要直播呀之类的，他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前任就，哎呀，太累了，太累了，就是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二把刀喜欢拍我，但因为二把刀吧，拍人拍的特别丑，我就不让他拍。我就不让他拍，但是他就是经常会拍我，然后就是会秀恩爱的那种，但你们看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儿，因为我就觉得反了，我就觉得整个的都反过来了。其实了解我跟前任的粉丝其实都知道，就是说。之前我是二把刀这个角色，我经常会拍小大夫，然后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二把刀经常拍我，所以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啊，现在你看就是他的视频基本上就是已经很少有我了，因为我不让他发，
对，我不让他发我，因为我觉得他总发我，第一个是他拍的很丑，第二个是我觉得大家不喜欢看我们同框，有的人还是更希望他是单身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说，那你不要总发，你不要总秀恩爱，对不对？但真的是反过来了。瞎说我就喜欢，其实是甜蜜的幸福。不是，就是二把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可能就二把刀的眼里就不会觉得说拍摄会拍的好看或者难看，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是总拍别人的人，就是我之前也总就是拍过很多戏嘛，我就知道其实很少有人360度多好看，所以我拍别人的时候，或者说我发别人的时候，我都会以好看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就比如说我偷拍了他，我要发出来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这个角度不好看？我会有这个过程。但二把刀呢，他就是那种就是我拍了，然后这个是真实的你，然后也是有趣的，然后我就发出来了。他不会在乎别人好不好看，然后你要就是跟他说的话，他会觉得说你就长这样，所以就是本身他自己拍照也特别丑，他把自己拍的也特别丑，他又不懂调色，就是反正我在他的镜头里边，我是一个特别胖、特别没精神的一个人，但其实我生活当中就是，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荧幕是那样，你们能懂不？就是我承认我是一个就是低能量的一个人，因为我在外边我经常就是累呀，然后颓废呀，然后就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这个时候因为你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人，那你就对吧？有镜头对着我的时候，我就有准备，我就稍微就是做作一点啊，你发出来也 OK， 对，在意有包袱，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端着的人，我端着和不端着是两个形象，对，所以我逐渐的就不让他发，对，发那玩意儿就是，对，还是就觉得他俩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二把刀，比如说他看我今天，因为我俩有的时候直播嘛，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挣了300-400块钱，然后跟他说完了，然后他第二天其实他就卯足了劲儿，他也想直播，但我俩直播一般都是，就不能两个人都播嘛，他有的时候他跃跃欲试的，第二天他也想播，但是可能我播了他就不播了之类的。那大家有共同赚钱的这个目标吧，这个很重要吧。其实直播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其实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你要是光花不尽的话，会没有安全感。你哪怕你今天赚的没有花的多，你都会觉得说，就是你再努力啊，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做，有能力做，不想做，3个概念。
就有的时候就是你让我去，你让我去安安心心玩儿，其实我也玩的不安心。他也是这样，这个很好。直播是要折半的，对，对，要折半。那大家也可以买衣服啊，我们衣服还有专辑还有，对，618了，买衣服，买专辑，买衣服。但是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听说他找着工作了，然后去了别的城市，就是觉得替他开心。我是一个俗人啊，我不觉得有好工作或者不好的工作，我觉得赚钱多的工作就是好工作。我不觉得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发展前景之类的，我觉得没有。现在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阶段。现在如果说有赚的很多的工作就去做，因为反正所有的工作都不稳定，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当我知道他一个月能赚1万多，我就好替他开心，然后就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还是会担心他没钱用啊，或者说贷款还不上啊之类的。虽然说我自己也有很多贷款啊，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看明白，就是说这个，还有的人就是说没事想跳个槽之类的啊，这个阶段其实大家有工作先做着吧，真的不要跳槽什么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工作很无聊，现在说白了，你们都不知道啥阶段，因为我自己创业，我当老板，我知道。很多企业其实能给你们开工资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企业的老板都赔钱，你们的公司能在长期赔钱的情况下还给你们开工资，按月开工资，这样的公司不多了，起码这2年是这样。有好多的公司其实都在赔钱，都在赔，就是那些老板在撑着，然后现在你们能有工资真的好，就你们，我不是说让大家感恩吧，我是会觉得说庆幸吧，就是庆幸自己这份工作还能给你们发工资。最主要的点就是老板都不赚钱，老板不赚钱，然后再给你们开工资，谢谢这个春哥。真的，我那个时候酒吧也不赚钱，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酒吧不赚钱，然后我就想关掉，但是我又不甘心。后来其实我就想关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关掉了，我这些我将近10个员工，我店里有10多个员工，然后我说这10多个员工怎么办呢？因为
我要关掉了，他们去别的地方能找到工作吗？就当时就这么想，所以我就坚持了几个月。我跟大家说，就是我有一个员工，他之前信用卡欠了几万块钱，然后他在我这工作，欠了20万吧，还10多万啊，忘了，反正他就欠了信用卡，然后他在我这工作，他就都还完了，然后我一直都是亏的，他都还完了。好难的，现在生活真的好难的。从20年到现在就这样。没办法，生活就这样。刚才不是有一个人问我说，图图是不是有钱人吗？就你们觉得有钱人标准是什么？从20年左右，我在20年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将近小100万了。我在20年前，我自己有小100万，不止100多万。我20年的时候，因为我做酒吧了，所以我存款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之前有100多万吧，那个时候我30岁。然后我做酒吧之后，就是存款就没有100万了，因为我这个酒吧连接带装修，然后再加上进货啥的，就没有100万。有一笔钱存银行，光靠利息就可以躺平了。利息可以躺平，那得看你花多少钱啊，你一个月花销多大呀？如果说就是按照我现在的花销，一个月2万块钱，一个月2万块钱利息，大家算一下，现在银行的利息大概是1.9啊，你们现在算一下，现在银行的利息大概是1.9，然后一个月利息要2万，是多少钱？谁能算一下？我数学题最不会算，拿个豆包。
如果每个月的利息是1.9，每个月如果每个月的利率是1.9，然后每个月的产生的利息是2万，我应该存多少钱？不可能100万，是1000万吧100乘以1.9，那不就19000吗？应该是1000万吧。100万，放屁，不是1.9%吗？不是1.9%，千分之1.9，对，那利率咋可能那么低呢？是吧？现在利率是多少啊？1.9%，1.9%，对，年利率吧，应该是，对，年利率1.9%，然后每个月利息是2万块钱，我要存多少钱？1200万，不是1260万，对，这个数字还差不多，对，对，是，怎么可能100万？100万，然后存1个月，然后利息是2万，太牛逼了。谢谢景叔的粉丝灯牌。人生是累的，哎，1200万存款。算账只会让自己更烦，以后就不能算这个钱，你就知道自己多穷了。
但是其实我有一种想法，就是好像我在变好的时候，可能好多事情都发生改变了。就比如说如果说我要变好的时候，可能银行倒闭了，对，或者说好像身体不好之类的，就是总会这样。因为我第一次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第一次是我会觉得我自己出歌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像现在人人都能出歌了，然后我开始买房了，然后好像房价就开始下跌了，然后我开始做生意了，疫情来了，就是我终于当老板了，然后一直在亏钱，然后包括我在感情里对别人付出了，别人会说，你是拿钱砸别人，然后我要被别人，就是我要是那个就是被别人喜欢，然后被别人呵护的时候，人家就说，你好像被包养了，然后就好多事情。就我这个事情就是没办法，就是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好多人就传说我有金主之类的，真的没办法，现在没有人传我有金主了，都说白土夫那个，就所有的那个感情都是用钱砸出来的，就是，怎么的都不行。对，怎么都不行。就你有钱，你没钱，其实都被误解。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别人说那个你在感情里就是给别人花钱之类的，其实变相在说你是一个大方的人嘛。但他们说的很难听，他们说白头发长那个样儿，白头发长那个样儿，他不给别人花钱谁跟他呀？就是这种，就是我又没有办法那样宽慰自己了，他白头发那个形象之类的他现在老了，什么样的？身材很烂，油腻，爹味儿重，然后追着我骂，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追着我骂，那个时候我跟小大夫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那段时间不是杨紫，就是那个黄圣依和杨紫不是上了《再见爱人》吗？然后他们就说你总 PUA 那个小大夫，说你长得好像杨紫啊，你现在是跟杨紫长得这么像。后来就是后来吴京，然后就被大家就是你被坦克压过嘛，然后大家又开始说长得好像吴京啊，就追着骂，就是我只要现在就是有一个被大家讨厌的，就追着骂。还好没有人说我像张杰，没有人说像张杰的啊。唱歌声音响。之前还说我像吴秀波，
哎，说我有胡子的时候像吴秀波。咋整？但我其实看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点像，确实有点像。没办法，现在好多人都在出歌，然后包括现在，吴秀波是因为啥事来着？我都忘了。吴秀波是咋的了？把女的送进，那他现在干嘛了？他现在进去了没？还是就是他隐退了？就是。哦。哎，其实我觉得，哎，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明星啊，感情问题的那种所谓的受影响，我觉得都还好吧。就是，偷税漏税呀，什么，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吸毒啊这种的，你一定不行。但我觉得情感上的东西还好吧。对，我觉得，就比如说那什么文章啊什么的，我觉得真的就还好吧，就还好，就是没必要。就是他出来拍戏，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那当时陈赫不是也出这个事儿嘛？但是陈赫也就还在这儿，对。对，陈赫好像当时不是也是那个这么回事儿。所以你就像文章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是会觉得说吧，所有的感情都是两面的。就我觉得文章出轨这个事儿吧，现在所有人都说出轨的事儿，但是我们也没跟马伊琍相处过，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马伊琍到底什么样，对不对？你又没跟马伊琍相处过，你不知道马伊琍是不是强势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是不是？他之前太狂了，强盗撞上腿，他肯定是狂，那你说冯小刚和那个，我觉得冯小刚也狂，李亚鹏也狂，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男性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男性就是会有一点点狂，就是，可能他生活不狂，但是他说话他就，就有的时候其实我在我直播间里也会说一些就是狂的话，对，大家会不太喜欢，但是就是生活里没有多狂，然后天天被拿来做梗。吴京就是有点装了，吴
不进装不装我不知道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在直播间里说的一些话，其实大家也不爱听，但确实都是真的。因为有的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被激到了，我们被那些难听的话给呛到了，所以我们会说一些比较强势的话去回击。但其实本意不是原来的本意，就是我们恢复了理智之后，也会觉得说，哎，刚才说话确实是有点狂了，但是你又没办法去，因为你也没有撒谎。就好比就是说吴京，什么被坦克压过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人真的被压过呗。对，我觉得有些事儿吧，就是反正我不是一个跟风的人。对，就我不是一个跟风的人，所以就别人在跟风的时候，我就特别怕一点，就是我被别人利用了。对，其实我从来不太会被别人控制左右思想。我很多时候我都是那种就是中立的一个态度。我就是一个会保持中立的一个人，所以我不太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我就觉得他是什么。但你说，就是你就说这些说话狂的人应不应该被治呢？其实应该。就是他治完他之后吧，他确实谦虚了好多。这个也是，对吧？你就比如说张杰什么时候能够，张杰他们什么时候能看看评论？就我觉得张杰和谢娜真的别再顶风干了，哎呀，能不能就消停一点儿？对，好多狂的人都被这些就是网友治怕了，也是。所以这网友吧，你说有的时候盲目跟风，但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能就是改变一个人。但是这样的后果其实就导致了就谁也不敢做自己了，明星都一个样，都低调谦逊了都。对不对？那是以后所有的明星基本上都是假模假样的了。就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大家看的那种真人秀嘛，那有的明星其实他没吃过亏的，他其实就是去他家录节目，他可能就会去那种就是自己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的特别有钱的在镜头上就表露自己特别有钱家里非常金碧辉煌的，但有吃过亏的，他们可能就是临时租一个房子，或者说把家里最破的那个房子拿来拍摄，他们要谦虚。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作为观众的角度的话，我还是愿意看明星的豪华的家，不喜欢他们就是明明住着大宅子，结果就是在镜头上为了低调谦逊，然后就找了一个破房子来拍摄拍真人秀。所以就是还是这个东西，所有人都低调了就没意思了，娱乐圈没意思了。都不敢张扬，现在谁敢张扬？
之前还李湘他们就挺张扬的，现在也不敢。对，谁也不敢。咋整？再一个，你说那个严学晶那个事儿，确实，哎呀，所以，逐渐大家就越来越没意思了，谁也不敢做自己。我还记得当年那个甄子丹和那个赵文卓撕逼的时候，就是那些明星真的在站队啊，就觉得啊好勇啊，现在想想真的好勇，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件了，啊，又是甄子丹和赵文卓，就是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在站队，不怕得罪人的在站队。那时候觉得大家都是活人，有那个个性。现在说白了就是那个，你看黄晓明和那个 Angelababy，就我蛮意外的，就是那个李晨还会跟 Angelababy 在一起玩，因为李晨跟黄晓明他们的关系其实挺紧密的，也就是说明黄晓明其实不介意这个事儿。要是黄晓明介意这个事儿，能让李晨还要看着李晨跟他前妻在一起玩，那能行吗？这李晨和那个郑恺还是会发照片，会带着 Angelababy， 很少有这种事儿，大家。唉，算了，10点了，睡觉了，大家早点休息。有礼物的可以刷上礼物，没礼物下播了。有礼物的别憋着了啊！到12点，做的这么规律了。是的，我们现在12点之前就睡，然后早上7、8、9点就醒，就是每天都要保持这样。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确实大便正常了。我之前作息不规律的时候吃完就拉，然后最近吃那个维生素，然后又作息正常，然后我现在就1天1次就好了。我之前真的吃完就拉，而且我之前就是每天吃好几顿，现在我1天只吃2顿，我觉得非常顺，特别好，啊。而且现在就是基本上就能睡着，不像之前就是哎呀，你死活睡不着。1天不是3顿饭吗？没有，因为我晚上，我真的觉得就是岁数大了，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30多岁的人跟我有一样的体会，就你晚上吃的太多，睡觉是不舒服的。现在就会觉得说，晚上少吃点，或者不吃，而且就是不能吃完就睡，
之前我就吃完就睡，我现在如果吃完就睡的话，我就烧心，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食管反流啊什么的，有那种情况，就是整个人不对，就是吃甜的也好，吃辣的也好都不行。对，就是好不舒服。我之前会不太注意，总有问题，烧心，最明显感觉就是烧心。现在就是要爱惜一下自己。现在维生素 C 没吃，把 C 吃，维生素 C，香草味儿。就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吃起来吧，吃这个没害处。吃这个害处就是太酸了，这个香橙有点太酸了。他不给我一个？给你2个，昨天你好像没吃。昨天没吃，我今天也只能吃一个。这玩意吃不坏，好酸啊！食用玉米淀粉、木糖醇、聚维酮 K30、硬脂酸镁、阿斯巴甜、蔗糖、柠檬黄、香橙、香精。这是正经玩意儿吗？感觉这个糖尿病也不能吃吧，这么甜。对，成分不太健康，是。你吃不吃饭？赶紧叫。吃啥呀？我这是大牌的呀，康恩贝。康恩贝是大牌的呀。吃啥呀？吃麻辣烫吧，我点那个麻辣烫也挺好吃的，我再点一份，我上午点的，就刚才点的。不就刘文祥吗？我觉得我刚才点的还挺好吃的。我也点刘文祥。看人下不下班赶紧的。评估没有了。无所谓。点一模一样的一份啊。我也点了。康恩贝，这个是维生素 D， 好像都是这个牌子。现在好像维生素好像都是这个牌子。这个是天维美，来自美国加州，始于1971。这维生素 B。B1、B2、B6、B12，这个都不贵啊，都不贵，我觉得不贵。不贵，维生素本来就便宜。好像是维 C，那白瓶的2块钱一瓶，好多片。
感觉明天我的落枕就能好一点。明天你是约了谁来这边吗？还是？没有啊，明天要去住酒店啊。去哪儿啊？佛山。啊。明天你不要办证吗？啊。几点的呀？下午2、3点、3、4点吧。怎么那么晚啊？约的就是那个点，好早之前约的。我给你改期吧。改期那就得改到下次1个月之后了。你先改试试，看看用不用那么长时间。咱们就在那住1天，然后结果半夜去，那还住个屁了。到那边还得2个半小时。那我就约到下次得了。对啊，那你要是4、5点钟的话，3、4点钟的话，咱们到那天都黑了。这你不去也没事儿，不用改。但是好不容易约上的，但好像办这个还挺长时间的，我记得当时。行了，我们下播了，大家早点休息。